出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请一个解说员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鱼打滚。圆明园这个园子的面积是有故宫的5倍之大。是那个谢霆锋推荐过的粤菜馆。我们到了北京机场。哇，你看这个屋。我们现在呢要搭车去酒店，到了我们的酒店。刚呢就到酒店先去寄存行李，然后呢现在就先去参观一些景点，因为现在呢时间还非常的早，才大概8、9点吧，然后没有办法入住。第一个景点呢打算就是去恭王府，然后就是彻夜未眠。好冷哦，今天才12度哎，大白天的，那我穿超薄，后悔了，应该穿个冲锋衣还是秋衣之类的。先来杯咖啡叙叙狗面，我点的贝果可颂。Oh no！ 搭地铁的话，就是搭到这个北海北站，这边是很多小吃呢。这里外面还有那种就是让大家可以体验穿古装的。因为呢是外国人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线上买了票之后呢，就要来这个综合服务处这边换票。拿到票了，我们人数不够多，请不了讲解员，要10到15人。哪个公的，哪个母的？这个公的脚踩绣球的，然后这个是 baby 来的脚踩。多富丽堂皇啊！我的妈呀！大名鼎鼎的西洋门。OMG！ 现在大家还要排队来看这个福字碑。这叫驴打滚，感觉很像马吉这样子，不会粘牙。真的不会粘哦。而且它的那个线也很像。还好第一次买没有踩雷。我们现在呢要走个大概5、6分钟吧，到什刹海去吃午餐。这里好热闹哦！这家南门涮肉也是超多人排队。时间的关系，不然我们也不会这样委屈你这一间。牛肉面，然后北京炸酱面。Oh no！ 北京麻酱很锅里的。香菜叶，是吗？圆圆的，甜呐。菇里啊，味道，你会吃完吗？可是不要给我肚子饿到。我看真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对啊。好像2分钟都不用。然后这边也没有人，要不是没有选择，它是花生酱来的是吗？麻酱，麻酱。人真的好多，天啊！不是说是淡季吗？我们现在到了天坛。公交路线这一边。今天雾有点大。我的天儿啊！看看这些人呢，它还是非常的壮观。人真的炸裂了，从那个出口出来，然后我们就去回硬币。你看那边的人还在排队，打算要进入。你看这人流，哎，我们同脚。我
我们刚呢逛完那个天坛公园呢，原本要去吃南门涮肉的，但是人超级无敌多。我们排队的时候呢，他就说大概要排个3到4个小时吧，所以呢，我就随便在高德上面搜了一下，就来到这边附近，大概打车5分钟的地方，感觉好像还不错。就是这里，就是这一家，食物也不会很贵，还有这个招牌茉莉烤鸭。Here's your time to shine, now show me what you can do. Make a move, the way on your body, the way we're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every 哇，这调味已经赢了。個菜好似好夠味，但係佢唔鹹嘅喎。對啊，麻菜不鹹，很有彈性的魚片。那魚很香，那個花椒味。我就看到花椒味就炸的蝦。上面應該花椒啊。那個蝦很好吃哎。你的这个就是哪？你哪一過來了。梨嘢啦。嘿啊，梨啊。What you can do, make a move. The way 炸梨， on your body, the way we're 咸甜咸甜那种。 with every move I make. 我喜欢它的口感。哇，我觉得这边so far还没有 try 到那个虾很好吃，惊艳到我一下。 With every breath we take, you're falling. Every breath that we're taking, with every step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every move that I'm making. In love, in love, in love. Every breath that we're taking, with every step you're falling in love. 真美啊，姐姐今天。有木牌啊 ！Hello， 今天是 Day 2， 我已经满血复活了。今天呢，打算逛颐和园，还有圆明园。颐和园呢，我们就是打算从东门这边进，然后呢，也找了一个解说。今天人还是非常的多，超级多旅行团。东宫门。老佛爷的办公室。老佛爷执政48年了，真的很信风水这种东西。像老佛爷的店后面啊，就是有这个表示备有靠山的意思。刚往右走一个小巷子，就来到了玉兰堂，就是当初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光绪皇帝被幽禁了10年的地方，哇，超壮观的！光绪皇后的住所。李莲英真的太牛了，砍掉却说是雷劈的。李莲英的住所。导游说呢，这一条长廊就是慈禧太后每天吃完饭然后会散步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预算的话，请一个解说员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刚那个解说员跟我们说了大概1个小时，然后费用是200块人民币。一边听故事呢，你可以更了解他们这边的历史啊，还有一些故事，这样就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印象也会比较深刻。原本也是想要搭船的，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要入冬了嘛，所以就船也没了，大概会一直到3月才会开放。超美的，他说在2个月这边就会变成一个溜冰场，然后呢就会有很多旅客在上面溜冰。他说是40块人民币1个人。国山阁听说里面有个千手观音，但要爬，我们就不爬上去。他说这个是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喜欢吃点心的地方。听说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就是非常喜欢的点心。除了卖点心，还有卖一些饮料。另外再买了10块钱的门票进来博香阁，想说还是爬上去吧。我天啊，属实是有点高了，我们刚爬了1/2，还有我做到了，哇！我天，
一个回头，哇，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让大家看看这个全景，从佛香阁这里看下去，这样看不太出来。这样。天哪，太美了！金碧辉煌，就像满地都是黄金一样。好吃吧？一般的香肠，肚子饿没有的吃。我们刚打车差不多10分钟吧，再到了圆明园。一共是由3个园子组成，面积有5280亩，占地350公顷。什么概念呢？您各位有去过故宫了吗？故宫是72公顷，圆明园这个园子的面积是有故宫的5倍之大，并且这个园子的面积要比隔壁那个颐和园还要大，近1000亩的。I played a Charles Bridge on our side, with your hand resting under mine. Hope I'm not so out of line. Your point of view, different taste, walking slow, bumpy pace. Cause you know we can fall in love this moment. So 皇帝坐在这上面来观看对面的喷泉景观，但是咱没有说到，这个宝座也是皇帝历史当中唯一的这样一个宝座。各位来看一下，它的方位是呈着坐南朝北。Take my breath away between the sheets. My body's weak when you're around and I don't know. 宴请聚会用的这个中餐厅，但现在就剩下这么几根柱子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蓄水池，上面容纳着有180吨的水，供西洋楼一直到喷泉装水的地方。现在的景色超美。我们刚呢离开了圆明园，然后呢现在来到了三里屯，地铁换线差不多1个小时吧，打算来吃晚餐。然后听说这边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商业节。我们到了，果然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区。太古里，哇 ，Gender Monster。感觉这里也是一个可以逛到腿软的地方。喜欢去商场血拼的大家，感觉可以考虑看住这一区，就是会非常适合喜欢购物的你们。它这里不管是装潢设计或者是餐点啊，感觉都好像比较偏西式的，比较有一种流行的感觉吧，跟我们前2天逛的一些地区不太一样。这家饭店好像还蛮有名的，因为它是那个谢霆锋推荐过的粤菜馆，它其实就是大排档。建议大家呢可以从微信上面先去预约，这样子不用等那么久。它这个这样小的，我们在广州吃的很大哦，脆脆弹牙弹牙了。哇，很够味哦，还调味，如果配米饭好吃。Hello， 我们已经吃完我们的晚餐啦。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这家餐厅还蛮不错的，它的调味都还蛮适中的，只不过是说如果现场后位的话要等比较久就是了。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先线上预定，它好像有好几家分店。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家呢，就是在太古里。大家白天的时候可以来太古里逛街，然后逛完之后呢，就来这边吃午餐或者是晚餐，推荐给大家。Take a second, rewrite the start.